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很久不见，我知道今天我要做一个我觉得非常要做的视频，因为3年以前我开始学汉语，还有做了一个视频给你们解释我学汉语的办法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的计划是每年至少一次做一个视频给你们看我那个时候的水平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水平不够好，还是我的进步不够，所以我有点害怕做这个视频。我可能觉得还没准备好。但是去年我终于去了中国，是我第一次去中国。还有在那个时候，我发现了，我已经知道，但是我真的发现了这个语言非常难，一辈子都得继续学习，从来不会满意我的水平。所以我决定回家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视频来记录我的进步。所以这是这个视频。如果你们在学汉语或者另一个语言，你们一定知道每个语言有4个最重要的地方，这就是读、写、听和说。所以我要聊天这4个地方。对我来说，读是中文的最难的地方，因为要记住很多汉字。我现在会认识3000个汉字。为什么我选择学3000个汉字？因为我开始学汉语的时候，我在网上看见了，如果会认识3000个汉字，我就会看得懂报纸。在网上也说很多中国人至少可以认识3000个汉字，所以这是我的目标。我花了多长时间学3000个汉字？3年。我在中国的时候终于达到了我的目标。好的，我用什么软件来学这些汉字如果你们看见了我第一个视频，你们知道我用了 Skritter。虽然我觉得 Skritter 有点贵，但是我还用这个 APP 练习我已经知道的汉字，所以每天早上我会至少练习100个汉字，可能要花15分钟左右。除了用 Skritter， 从开始学汉语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看一个用中文的书。开始的时候，我用了这些书，在第一个拍的视频已经告诉过你们，这些书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会用非常简单的语法和生词然后越来越难。我看完这些书的时候，我已经会认识2000个汉字所以这么多汉字已经可以用看难一点的书，所以我开始看这些书。这些书我非常推荐因为和刚说的书一样，越来越难，这样可以很自然的进步。另一个原因我非常喜欢这些书，是因为这些书可以帮你了解孙悟空的故事。孙悟空的故事是一个在中国的非常出名的故事，和西班牙的 Don Quixote 还是 Romeo and Juliet 一样出名。所以如果你非常想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有中国人，我觉得非常重要看这本书。然后看完那些书以后，我开始看哈利波特。这是我在中国买的，但是开始的时候我用了 Link 是一个在第一个拍的视频告诉你们的软件。那个软件可以帮你们更快的看一些比较难的内容。
我用这本书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生词，我用 Google Translate 翻译那个生词，然后在上面会写。我觉得这可以帮我记住一下，因为第二次看这个生词，我可能会记得2天以前我已经翻译了这个词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办法帮我记住。2个星期前我看完了这本书，我已经买了《哈利波特》的第2本书，但是现在我在看这本书。这本书是The Alchemist by Paulo Coelho。我听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，但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原因是一个漫画，所以更有意思。对，我觉得可能这本书比《哈利波特》容易一点，但是因为是一个我已经非常想看的书，所以我要继续看。我还买了2本书，这本书是一个可以用做饭的书，这里写着狼人下厨。中国的菜非常非常复杂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是外国人，我有很多材料我从来没看过，所以我想买一个比较简单的书来练习做中文菜。最后一本书是这本书，名字是 Spoonfed。还有这是一个我已经看过的书，虽然有点难，但是这可以帮我学很多很有用的生词。好的，学一个语言的第2个地方是写。虽然我在手机没有问题可以写，因为我很长时间用了 Scritter， 在 Scritter 我要用我的纸写汉字，还有我会拼音，所以用手机写很容易，但是用笔和纸非常难。我没有很多机会用笔写汉字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很重要。如果你非常想用笔写汉字，还是如果你非常喜欢书法，我建议你每天练习。但是对，在我的生活不很重要。第3和第4个学一个语言的地方是听和说。我这2个会在一起聊天，因为我也是在同时学的这2个事情。在我第1个拍的视频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们，我用 iTalki 上课，我还有和以前一样的老师。我非常喜欢我的老师，因为他非常理解我想学汉语的办法。现在在家，对吗？对。我在家上班。今天在家上班。今天下雨，对不对？不下雨，但是星期日下雨了。我有很大压力，可以说压力。对，压力。对，怎么了？因为有要做一些事情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做，所以我还觉得不好。所以我只工作了2-3个小时，还有以后我去买早饭。在巴黎他也感冒，但是这次可能是因为他1个星期以前有很大的压力，所以现在他的身体突然感冒，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他的朋友传染给他。对。
开始上课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很简单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另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。但是现在3年以后，我们可以聊天很多话题，我可以知道他对一个话题有什么看法，他也可以知道我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所以对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们还会每个星期至少1次上课。除了上课我已经告诉过你们，我去年终于去了中国2个月。第1个月在常德，在中国的家庭，所以在他们的家我有很多机会练习中文。然后每天从星期1到星期5，我有4个小时的课，1对1。我是内向人，所以4个小时1对1和一个人聊天，我觉得非常累。但是我觉得用这个办法学汉语非常好，因为你必须说汉语很长时间你会很快的进步。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发生，是我去中国以前，我下载了2个 VPN 的 APP， 但是到中国以后，我发现了这些 APP 不能用。不知道为什么。常德以后，我去了昆明2个星期，我待了在一个学中文的学校。在那个学校，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的VPN 可以用在中国。但是我在中国的第1个月，我没有办法用 Instagram 还有用 YouTube。幸运的是我妈妈有WeChat， 所以我还可以和她聊天。但是除了和她聊天，我没有办法用这个用英语的 APP。所以对我觉得这也帮了我很快的进步。Hello， 现在是第2天在北京。我昨天早上终于到了北京，非常期待开始学习，开始用我学的中文。我做这个视频，因为我想1个月以后可以看我来中国的以前的中文的视频，所以可以看1、2个月以后我的视频高不高。1个月以后，我去了昆明2个星期，在那个学校我也每天要4个小时1对1上课，很累。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学校，因为虽然在那个学校有一些学生他们会用英语聊天，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学校的老师，他们也很理解我想用学汉语的办法，我也觉得在那里进步了很多。昆明以后，我去了上海，在上海不想和别人聊天，当然在超市、在商店，我要和中国人聊天，但是因为我是内向人，还有我已经1个半月要每天4个小时1对1聊天，所以对，在上海的时候，我想1个人旅游。上海以后，我还想练习汉语，所以我去了台北1个半月，上了一些画画的课，还是对一些我一般喜欢做的事情的课这样可以练习一下。还有在超市、在商店、在那些地方都可以练习。还有我也去了一个 coworking， 在 coworking 交了一些台北的朋友，但是我觉得我在台北的进步不很大，因为我说的汉语比大陆少，对，没有这么多机会。现在我用什么办法继续练习听汉语？除了在 Talk 上课，我喜欢看电影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当然要用很简单的动画来练习比如说小猪佩奇，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孙悟空的电视剧。然后去年我开始看一些
难一点的电影，我非常喜欢的动画，比如说 Shrek， 还有 Tangled。然后现在，昨天晚上我试试看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电视剧，就是 Avatar: The Last Airbender。这是一个我从小时候非常喜欢的电视剧。去中国以前，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很难，听不懂。但是昨天晚上我非常开心，因为我看了2集，还有能听得懂80%，我非常开心，因为现在可以用这个 The Last Airbender 继续练习听韩语。好的，我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希望可以帮你们开始还是继续学汉语。我知道我一定做了很多错误，但是我觉得记录我的现在的进步非常重要，可以给你们看我的水平怎么样，还有可能3年以后可以再看这个视频，看出来我进步了多少。如果你们还有问题，你们可以问我。还有下个星期我要给你们看我住在昆明的生活，所以对，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